出来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F-30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以拍照为主的频道要介绍 F-30？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私心啊，就是那时候曾经动过一小小念头，就是要不要买一台 F-30？你是要把 ZV-10换掉？终于要换掉？没有，因为一直被郑怡嫌弃啦，就说你觉得不是说 ZV-10不好，是觉得到此对不对？可以用更好一点。因为如果要我用 F-3呢，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太浪费了。因为我能够拍到的能力，用 F-3对我来说，简单的爱好者，我觉得用 F-3好像太高级了，而且价格也是。那 F-30出现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外观看起来就是，然后我只要把这个零贴掉，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，它看起来就一模一样。它其实只有2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这个零，然后它的螺丝孔是黑的，黑化处理。我跟你讲，买车的话，你要这个黑化套件啊，都加价，赚惨了。好了，我最后的时候呢，再来分享我的心得，因为我的心得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重要，所以我们前面的部分呢，我们请郑怡那个好不容易当完兵了，退伍之后郑怡终于有时间，我们可以拍这支影片了，不然这支片都没办法拍，然后一直憋到他终于退伍。那我们就请郑怡来分几个部分呢，来分享一下，就是 F-30你觉得用起来有什么地方值得推荐？第一个来讲它的外观好，因为基本上它的外观就是跟刚刚老师讲的，就是跟 F-3是完全一样的。没错，它甚至就是如果你有去买一些 F-3的可能套件啊或什么，它是完全可以直上。可以直上。对，因为它这次 F-30在卖的时候，它其实有卖2个版本，一个是单机身的版本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搭手把的版本。然后那个手把就是可以接更专业的一些录音啊。对，但是你现在把手把装在前面那台上面。对。只是大家应该在之前那个 F-3影片里面，对，因为它是同一个手把。提手跟有接额外的那个 XLR 的收音需求的手把，理论上收音会比较好，理论上是会比较好一点。OK， 然后再来是它萤幕其实是比包含像 A7S3或是F-3，解析度比较高，对，萤幕的解析度是比较细腻。它的解析度是多少啊？你知道吗？236万。哎呦，你有记哦，好。今天早上才看的。对，我其实也觉得那个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画面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锐利的。因为我们频道是目前是使用 F-3跟 A7S3在拍摄嘛，那如果今天我们加一台这个进来，你觉得是可行的吗？我觉得完全可行的。首先我们要提到它几个点，第一个是它的画质。假如说你今天已经有 F-3或是你有 A7S3的时候，你今天要再多一个机位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的画面的颜色能不能匹配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假如说像我们之前如果拿不同厂牌相机来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2个画面在切换的时候，它其实颜色会差非常多。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，不要说 YouTube 频道了，我觉得甚至很多职业工作者，今天是一个 team 在工作，那大家都是用各自的相机，最后调色都会花很长时间去进行调色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又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相似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非常好一点，就是它一样有10比特嘛，拍出来的色彩空间啊什么，其实跟F-3或是跟 S3基本上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匹配上。所以万一你现在有一台 F-3或是 A7S3当做主力机，对，然后因为预算关系，你觉得你要再补一支，这时候它就可以考虑。对，我觉得它非常可以考虑，因为它的价格其实就是差不多 F-3的一半。对，砍半。所以你如果还有一台 F-3的预算，你可以买2台。对，你可以买2台 F-30。如果今天呢，我今天刚开始要做这个频道，我可能觉得 A7S3或 F-3很贵，我可以用它来当主力吗？像这样子的 Cinema Line 的，包含这一台跟 F-3再跟 A7S3你用起来的话，你觉得差异主要点在哪里？其实它跟那个 S3差异蛮大，因为像是大家知道 F-3嘛，它在有一个2.0版本固件的更新之后，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的一些设置其实跟一般的会差很多，就像包含说录影界面，其实我觉得它改动最大就是它录影界面，你完全不会去遮挡你想要拍摄的画面，然后它的参数就会设置在周围，这个是最好一点。然后因为它是电影机产品线，所以它有加了一些电影机才有的功能，但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更进阶。如果你要单论是它可不可以拿来做 YouTube 的拍摄的话，其实我们前几支的影片，很多支我们都是用这个 F-30去拍摄的，甚至老师你当初去日本的时候，其实也都是拿 F-30，整趟几乎都是用这个。所以到时候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个画质的差异。其实我觉得它的画质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就是包含它的动态范围，或是它的颜色，相较起来，其实你跟 F-3或是跟 A7S3去比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容易看出来。而且我觉得操作上也还算蛮简单的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从外观来说的话，因为 F-3我只有摸过阵营的一下子，但这一次因为去日本，我算是比较有多一点点时间来操作这一台。然后因为我们就一机大家轮来轮去在做使用，看到那个小伟跟玉涵同时在画面里面的时候，代表是我在拍的。那我觉得就像之前有提过，就是包含它的这个它的摇杆
感是在上面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在使用拍录影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拿低在录影的这个状况下，会比拍照来的更多。对，甚至我都觉得，我如果拍照机器把手在上面，好像我也可以。但我觉得用这个来这样操作是还蛮单纯的，而且像它录影钮很大一颗，然后这样在操作的时候，还有它的这些功能啊。它都预设有帮你预设好了，也几乎我觉得你需要用到的功能，它几乎都已经帮你写好了。我觉得这有经过了蛮长时间的使用者的反馈，然后再去做修改。那让我们这种比较偏入门的人来说，因为它都写给你了，那我也不用特别去记，因为我平常可能用 A74 在拍照，那我 A74我知道我快门那些快捷键在哪里，但我用这一台的话，因为反正它都写给我了，我也不用去记它。那我觉得操作上来说还算是蛮简单的。还有那个这一次在用之前啊，我稍微看了一下网络上面的一些讨论，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都说，是不是它表现出来的画质会比 F-X3 还好？锐利度的部分，它某方面来说是比 F-X3 跟 X3 来的好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那块 CMOS， 就是它 CMOS 是我记得好像是2600万像素，所以你在拍摄 4K 影片啊，或者拍摄什么时候，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超采样。所谓超采样，就是它是把原本录制6K 的画面，然后压成4K 输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在拍4K 的时候，画质会比 S3 跟 F-X3 来的好，就单论锐利度这一点。锐利度的部分，对，锐利度这一点是会比较好，但它也有缺点。对，但它有缺点。第一个就是它的果冻效应会比较严重一点，但其实果冻效应是因为超采的关系，就是果冻会比较严重吗？但其实你说严重吗？它也只是跟 S3 跟 F-X3 去比。如果你说跟 A74 或者什么，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。OK， 就它果冻的效应其实也差不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什么太大范围的，就是要对，你要移动，甚至你说广角上稳定器，其实这个也不太算，因为你不是快速的移动。OK， 所以超采的话，它就等于说它是有优点有缺点，就它可能比较锐利，但它可能果冻效应比较严重，所以这个就是要取舍这样子。那再来呢，就是 ISO 上的部分，因为它是 APS 嘛，对，所以我可以预期它 ISO 表现比较差一点。其实不是像大家当初知道 F-X3 跟 S3 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，就是它有一个双原生 ISO， 然后它的第2档 ISO 是12800。对，我真的觉得12800非常好用。然后其实我们当初原本没有预期说它的高 ISO 表现会好到哪里去，但是它其实它在 F-X30 上面有配了2档 ISO， 我记得是800跟2500。刚才所讲的800跟2500，它是建立在你要拍摄就是 S-Log3 的情况下。OK。对，然后它这次因为它是电影机产品线，所以它其实有把 S-Log3 这个把它分类到另外一个选单的另外一个地方。对，因为我发现我在设置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它操作上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讲到这个，其实可以讲到是它其实在归类在电影机的时候，其实新增了很多一般相机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它跟它价位差不多 A74 来讲好了，它其实有下放很多 A74 没有的功能，例如说它可以自定义 LUT 导入。对。这个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你可以套一个 LUT 进去，会比你机内本身所带的颜色转换来的更好看。就等于说你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直接成品之后的效果，甚至你可以套各式各样不同的 LUT，然后再来是。它还有2个，虽然说可能一般人不会那么常用，但是它还是有给你的2个功能，一个就是 EI 的模式，就是它跟 ISO 会有点区别，那 EI 是更好来去控制你的前级的曝光，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时码的功能，时码功能其实用在多机位拍摄非常非常的好用，所以它相较于一般的 A74 的这种拍照型的相机来说，它有它一定的优势在，它就更专注在录影上面啦，对，更专注在录影上面。但反过来说，它其实也几乎放弃了拍照的功能，甚至把快门连吧。对，它没有快门连，它的整个设置真的是很偏向录影，所以在拍照的调整上当然也不是那么方便。比如说它呢也没有那些调整的那个轮盘之类的东西，它全部都整并在模式的那个项目里面。我觉得它的 menu 有2个比较大的那个预设的那个 menu，对，它里面的几乎你需要能调的东西，它都有快捷给你。对，它在 menu 里面的选单又跟 A74 那种不太一样，就是它有一个更独立出来，我觉得蛮好操作的部分，你看蛮酷的。像这一台啊，如果今天我觉得你不只要拍摄正片或者要拍摄 B-roll， 它其实都蛮不错的。你的主机位用这一台，我觉得是绝对足够的。你的预算上，说不定原本 F-X3 预算你可以买2台，这时候你可以多一台拍 B-roll。你只要买，因为它有 APS， 你要拍特写，你也不需要那么望远的焦段。你买一个50，它等效就差不多85了，可能55ZA 啊或者什么的，你可以再配一颗50甚至85的镜头。因为加上 ABS 的裁切的效果，那你今天再加一机，可能用脚架加一机在旁边，
那2机颜色又一样，那加起来预算可能又比一台 FX3还低。对，你 FX3配一个全面幅的好一点的镜头的话，可能预算就爆了。对，那我这样2台，所以无论是我同时要拍正片，再这样 B 弱，整个组合在一起的预算差不多就是一台 FX3配一个全面幅的。而且我想要讲很重要一点就是。像我们拍 P 的时候会拍慢动作嘛，它可以拍4K 120帧。当然，它4K 120帧稍微会有一点小缺陷吗？就是它的画质可能稍微来说没有那么好一点，但是终究它还是能拍。市面上能拍4K 120帧的机子也很少，它却有这样的功能存在，所以弹性上更大一点。对，弹性上更大一点。我觉得这部分也蛮不错的。OK， 那以这台相机来说，你有推荐给什么样的使用者吗？好，我觉得第一类人比较少数一点，就是专业工作者来讲。假如说你今天有 FX3 或者是 S3，甚至是你有 FX6这种电影机的时候，你今天需要一台，可能只需要多一个机位的时候，就多一台辅助。对，多一台辅助。OK， 那第二类呢？第二类型就是，假如说你今天拿的可能是6400好了，就是比较旧。你原本拍照的相机是对6000系列，6000系列或者是 ZV-10系列这种 APS-C， 你可能原本就用 ZV-10了。对，然后你今天你想要升级你的画质，就是影片上画质，照片上可能落差没有那么大。还有操作的手感。对，操作的手感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要去选择的时候，会有一台很好的机，就是 FX30，因为它也是 APS， 镜头都通用。上全画幅，你要换的镜头就要全部都换掉了，而且就会比较贵。然后这一次我们特别可以看到，这3颗是这次 Sony 特别借我们的3颗镜头，1020然后呢11.8，然后这个是15.4，就它们都是比较偏广角类型，然后很小颗，都很小颗啦，在录影上面、旅游录影蛮方便的，真的是很小颗。尤其我们这一次去日本，几乎全部都是靠这一颗10到20 f4 的那个变焦镜，而且它是那个有电动马达的，对，所以在操作上几乎这一颗录完。OK， 那还有第3类人吗？第3类人呢，就是假如说你今天没有相机，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尝试去朝这个影像产业去走的时候，你需要一台自己的相机。因为像我们今天出去接案，或者是你今天要去拍摄一些创作的时候，你其实需要一台好的相机才能去帮助你更好创作嘛。那以市面上的相机来讲，电影机的功能，你要有自定义 LUT， 你要有 EI， 你要有什么时码器这些功能，以价位来讲，以及以性能来讲的话 ，FX30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而且呢，镜头的选择量来说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存在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总结的部分呢，就刚刚提过了，我们大概有推荐了几类的使用者可以考虑购买。那这一台呢，你觉得我们可以买吗？说实话，真的不错，因为很少相机我会真心的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错，可以买。你会买的东西就是你要拿来工作的东西。哦，对啊，实际上有使用需求的话，我觉得这一台的确是可以的。我就自己很想买一台直播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Sony会不会想要送我一台，我就不知道。没有开玩笑了，好吧？如果我之后啦，如果那个对不对，就是那个过阵子哦，那最近在攒点钱哦，那就因为我最近换电脑没有钱买，不然我觉得其实蛮想买一台的啦。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在家里想要拍一些东西，跟大家那个讲一些无微不微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你知道，虽然 A74其实在切换成录影很方便，它的参数都可以改过去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每次改成要录影，然后我再改回来，然后有时候去工作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拿起来参数很奇怪，长得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如果多买一台，其实拿来像我这种就是同时要做2件事情的话，然后而且使用量都蛮大的话，我觉得再多买一台这个，对我来说负担就小很多。不然如果买台 F3，虽然说镜头我有，但是有点贵。有点贵，稍微有点贵。对，因为那毕竟我主要不是拿这个来工作嘛，我买那个有点奢侈，对，一圆自己内心的电影梦，买一台这个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是我的 OK， 这是好不容易当完兵的正义，在录影的拿着 F3在录我们的是玉涵，然后我是道慈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